第13章因果报应。转瞬间，民间三老活跃一时，宪兵追踪间谍类，我因果不爽，亲眼目睹痛饮泄愤，身自悔恨。南京路和浙江路交叉口的永安百货公司，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由高峰转入逆境。上海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，日本人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，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，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，还要每家门前掘6尺深的防空洞一个。因为重庆飞机常来侦察，时时有警报，警报声响彻云霄。警报分2种，一种是戒备警报，一种是紧急警报，声音凄切，有4呜呼。我们都认为这是日本将败的丧钟。日本军人发出的命令从前都是令出必行，唯有绝防空壕的命令大家不采，军方大怒，召集各保长训话。有的保长说大家没有铁铲，又不懂得怎样去掘。有一个保长说，我们不要掘防空壕，我们宁愿被炸死。这是汪政府所说的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。日本人也奈何他们不得，因为那时上海的日军逐渐调赴前方，留下来的不多，所以这个命令始终未见实行。民间三老活跃一时。上海成为孤岛之后，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沉迷声色，而且还吸上了鸦片，烟瘾极大。这时上海出现了3位文人，人称三老。所谓三老，就是文兰亭、袁履登、林康厚。这三老在当时上海社会中活跃得很，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为人家证婚剪彩。文兰亭从前是纱布交易所理事长，声誉很好。袁履登是一位好先生，相任上海工部局华董。日本人进租界之后，由日本人当总董，袁履登被推为副总董。这时工部局很少开董事会，一切任由日本人处理。有时开会，他总不出一言，签个名就走。林康厚本来避在香港，后来日本人围捕之后，和严惠庆等数十人一同回到上海。这批人一部分参加汪派组织，而林康厚并未参加。文兰亭、袁履登也没有参加这个组织，不过担任些纱布商品统治的职务，但胜利之后都被捕入狱。他们后来都被释放了。文兰亭因年高患病而死，袁履登在获释之后离开上海，到了香港。袁履登在上海时，有时营救别人，或是为人证婚，是不要钱的，所以穷得很。他的吃喝不成问题，天天午餐、晚餐皆有人请客，但是为了撑场面，不能不坐私家汽车。其实他那辆汽车的真正主人倒是他的司机，汽油费、修理费都由司机负责。因为一天他要为人证婚7、8处，每处都给他的司机一笔较大的赏金，所以司机一天的收入很是可观。他为了酬答他的主人，总是在总数中分出一半给袁履老的家人。这三老都很风趣，酒量也很好，在酒后大家谈笑风生。某次，一位说我生平不二色，一位说我生平5颜6色，一位不出声。大家看到这情形，不禁哈哈大笑。林康侯，上海人对他相当敬重，尊为康老。即使他胜利后受到委屈，但是到了香港，苏浙同乡会会长徐继良还是恭恭敬敬地请他当同乡会的顾问，按月致送他车马费500大元。他做过一次寿，道贺者1000人，礼金收入全数捐献给同乡会，作为兴学之用。住在九龙德成街，由老友于兆兴供奉甚周，直至病逝。
元吕登从狱中释放出来时，形神消瘦，呆若木鸡，有时一天不出一声。本来一个很乐观的人，完全变了样子。到香港来时，身无分文，是由华城烟草公司戴更生陪他来的，住在吴淞街一座旧楼的地下。熟人去访问他，他往往会不认识，谈起往事都不能追忆。每天有一个老妪陪他到嘉联威老道戴家进午餐，午餐后包了一包鱼肴回来作为晚餐。他步履困难，走这段路差不多要花1个钟头。不久，戴更生回大陆，他也跟着回去，没多久就死了。宪兵追踪间谍累我日军进入租界之后，认为英法两租界是他们的占领区，所以不容许其他势力插足，尤其是76号这班人。日本人为了笼络人心，压制异己，枪杀案表面上少了许多。